怎么喽？今天呢是妆前乳特辑，好像没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过妆前乳这样产品。那因为不同的肤况甚至肤色可能需求都会不太一样，那适合的妆前乳也不太一样。像可能有些人他肤况比较容易出油，他可能就会比较需要在妆前搭配一些具有控油效果的妆前乳。那可能有些人有一些肤色不均的困扰，比如说像泛红啦，或是暗沉等等，你也希望可以透过妆前乳去做一个校正肤色的作用嘛，或者是说有些人真的很懒，他想要一瓶搞定所有的底妆步骤，防晒啦、润饰全部都一瓶搞定的话，那选择的妆前乳产品基本上也是不太一样，所以光是妆前乳的选择就有非常多种。那可能还是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肤质适合什么样的妆前乳，所以借由今天的魅点妆前乳系列，我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肤质适合哪一款妆前乳，以及这5款妆前乳的特性，我都会跟大家做介绍。那说到妆前乳，魅点应该算是目前开价常见的品牌里面，它的妆前乳产品是最齐全，它光妆前乳就有5种5种真的很多吧。那撇开品相多这个优点不讲，第二个优点我觉得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亲民很佛系。它最贵的是一支防晒妆前乳，价格是230呢，很便宜了吧？那其他就是220，所以当你遇到假日开价打77折的时候，一支平均是170元左右，170还不佛吗？超级佛了，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一些小资族群啊，或是学生族群来做选择的。所以如果你们刚好近期想要在开价里面寻找平价，然后选择有很多的妆前乳，也可以锁定今天的影片。那我手上这5支就是今天要分享给你们的5款妆前乳，我会依照不同的肤质或是肤色问题来一一的做介绍，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影片的过程去慢慢的判断分析出自己的肤况问题或是肤色适合哪一款妆前乳来做修正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回到素颜的状态，我来示范这些妆前乳的效果让你们看。好，那我们现在先回到素颜的状态。首先呢，要使用的是这款持妆控油妆前乳。那它呢，我觉得还蛮适合在夏天使用的。如果说你本身肤况比较容易有一些出油的问题，或是你跟我一样属于混合偏干，就是想要加强局部控油的话，那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在妆前先搭配使用这款持妆控油妆前乳的。它的外形呢是这种粉红色的硬壳包装。那你使用前要记得像这样子，先摇一摇，让它成分里面的控油粉末均匀的混合，再来使用。那它挤出来是肤色的质地，而且是流动性很高的那种液态质地，所以它推开来的感觉是很水感、很轻盈的，不会有那种稠稠不好推开的情形。所以它使用起来比较不会让皮肤觉得闷啦、厚重，还是有干粉感。你看它用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看出差别吗？它会稍微保留一点点光泽，所以我觉得它在控油之余还是有一点兼具保湿的效果，比较不会控油过度，反而让你觉得皮肤不舒服，还是有负担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一款使用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是还蛮刚刚好，就是控油刚刚好那种感觉。那现在呢，我就在我脸上使用这款控油妆前乳，让你们看。好，那我们先把镜头给拉近。那我自己在使用这款妆前乳的时候，会比较加强局部，因为我只有鼻子跟下巴这边会比较容易出油，然后鼻子的周围也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毛孔的问题，所以我就先使用左半边脸让你们看，你看它的质地是很好推开的。然后再来是下巴，下巴的话比较没有毛孔，可是我比较容易长一些粉刺，小粉刺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容易出油的。我就会在这边加强使用这款妆前乳，像这样子。那它虽然说是肤色的，可是你看它并不会过度的改变我的肤色，所以当做妆前，我觉得它也比较不会去影响你后续底妆的颜色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使用前后的差异。首先是右脸，我还没有使用这款妆前乳，你看鼻翼旁边这个皮肤毛孔会比较明显，有没有这个地方？然后肤质看起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细致，比较没有那么平整。然后左脸的鼻子和鼻翼旁边这块皮肤都使用过妆前乳打底了，有没有？鼻子这边看起来就会比较细致、比较平整一点，尤其是毛孔比较明显的这一块，现在整个看起来是有点柔焦的效果，就毛孔的阴影感跟那凹洞感比较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如果有一些毛孔问题的话，就先用这款妆前乳来打底，修饰皮肤的效果也会比较明显。像这个样子，左右的对比有没有？这边还是有点那种颗粒啊跟凹洞感。那使用过后，这一块皮肤就会比较细致、比较平滑一点点。
那刚刚分享那款是针对皮肤有一些出油问题，想要加强妆前控油的产品嘛？但可能有些人皮肤偏干，他还是偏好使用一些可能保湿度比较高，然后质地是透明那种凝乳质地的防晒妆前乳，那就可以选择这款防晒妆前水凝乳，而且它的防晒系数还蛮高的，它有 SPF 50+、PA4+的防晒系数。那在一些防晒成分的部分，数值表现比例也都还蛮不错。当然又是另外一门课了，不在今天讨论重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一些防晒成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稍微 Google， 然后稍微研究一下。所以这款防晒妆前水凝乳，我觉得对于一些学生啊，或者上班族日常上班上课已经算是还蛮够用的。重点是它的价格很佛心，它比其他4款只贵10块钱，那贵10块钱之后是多少钱呢？230，所以其他款只要220，这款230，你不觉得真的是佛系到不可思议吗？那它的包装就是像这样子。牙膏状的那种软管式包装，所以我觉得在使用上面也蛮方便的。那它挤出来是这种白色的凝乳质地，但是它推开来之后是透明无色的状态，所以它不会去改变你的肤色。那这种凝乳质地也会帮皮肤增加一点点保湿度和光泽，所以还蛮适合肤况偏干、想要改善干燥啦或是浮粉人来做一个妆前的防晒使用。好，那在全脸都使用这款水凝乳，我自己平常应该是在全脸保养完之后就会使用刚刚那个，就会先使用这个防晒妆前水凝乳做一个防晒的动作。但因为我想要让你们比较清楚看到刚刚那款持妆控油妆前乳在素颜的肤况使用起来的肤况差异，所以我才先示范刚那一款。平常的话，我会先这样全脸擦这个防晒。最后再带到脖子，很多人脖子会忘了擦防晒，所以一整个夏天下来，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脖子跟脸的色差非常非常的大。记得我通常是，如果我要穿一些露肩的衣服，我可能防晒我会擦到这个地方，这样。那因为它的质地还蛮水的，就那种很清爽的质地，所以它擦完之后会帮你皮肤增加还蛮明显的保湿跟那种水润的光泽，像这个样子，有没有？这个光泽很嚣张所以它还蛮适合偏干的肤况啊。你想要在夏天追求保湿，但是又兼具防晒，可是你又不想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擦太多妆前产品的话，就还蛮适合使用这款防晒妆前水凝乳的。你看这光泽真的很漂亮好，那前面已经完成全脸的防晒和局部控油嘛，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可能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够，他可能有一些肤色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些局部泛红或是暗沉的问题想要改善，也可以选择这款林霞美肌妆前乳来做一个校正肤色的作用。那它有绿色和橘色可以选择，它们针对的肤色问题也是不太一样的。我先分享绿色好了，绿色它很适合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一些泛红问题的人来使用，因为红色的对比色就是绿色嘛，所以当你有一些泛红的问题，你就可以找它的对比色绿色来做一个平衡校正肤色的作用。像我自己的话，就是脸颊这边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泛红的问题，所以在泛红比较明显的时候，我就会加强使用这个绿色的妆前乳来做一个校正肤色的作用。那它的质地呢，挤出来就是有点绿色的状态，像这个样子。量的部分呢，也建议少量就好，因为针对局部的话，少量使用就可以获得校正肤色的效果，所以用太多反而会让肤色变得绿绿的。那另外这款橘色的妆前乳，它也是超热卖的一款，它什么时候要使用？在你肤色有一些暗沉困扰，你想要改善的时候来使用，因为暗沉的地方通常带有点脏脏的蓝色或是脏脏的紫色，那蓝色跟紫色的对比色就是黄色和橘色嘛，所以像这款橘色，它就会针对你的暗沉去做一个校正跟原亮的效果。它挤出来就是这种橘色的质地嘛，所以你就可以针对你局部比较暗沉的位置来使用这款橘色妆前乳来原亮肤色，让你原本比较暗沉的肤色看起来比较明亮有精神一点点，而且它的效果是很自然的润色提亮，不会有不自然的死白感，所以这两款就还蛮适合你想要改善一些肤色不均泛红或是暗沉问题的人来使用。那刚刚分享这个林霞美肌妆前乳以及第一款这个持妆控油妆前乳，都是属于防晒系数比较低一点的产品，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如果你要做好防晒的话，在使用这几款妆前乳之前，一定要先使用这个防晒妆前水凝乳做一个全脸的防晒打底之后，你再针对局部的一些肤况问题，像是你要控油啦，或是你要校正肤色，再去选择适合的产品来针对局部的肤况去进行修正就好，这样子防晒系数才会比较足够一点点。
刚刚分享很多不同的妆前乳嘛，比如说防晒、控油、校正肤色妆前乳。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懒，或是你真的睡过头，没有时间差不多瓶瓶罐罐，想要一瓶搞定防晒跟润色需求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最后这款 UV 防晒妆前乳。它的包装也是软管状的设计，挤出来的质地跟粉底液蛮类似的，都是属于肤色带橘的色调，所以它可以同时间去达到提亮跟润饰肤色的效果，针对脸上有一些轻微的肤色问题也都可以获得修饰。所以这款妆前乳它是今天分享的5款妆前乳里面改变肤色效果最明显的一款，所以它的妆感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如果你要直接把它当做防晒和底妆的产品来做使用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们使用完它去做完全脸的润饰肤色效果之后，一定记得要压一点的蜜粉，因为它的质地会像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润润的，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会不太舒服，或是你担心直接让走出门会粘一些灰尘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就这样全脸再压一点点蜜粉上去，去做一个定妆，那你整个感受也会比较干爽，然后比较舒服一点点。以上就是针对不同肤况所需的5款妆前乳的分享啦，希望大家都有清楚分析出自己的肤况该选择哪一款妆前产品了。但基本上这5款我觉得都还蛮实用，因为你要控油、要防晒油、要一瓶搞定、要校正肤色也有，所以选择算是还蛮齐全，而且重点220、230这个价格去哪边找？你5支一起包款的价钱可能都不到1支专柜粉底的钱，所以真的很划算哦，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刚好近期想要找开价口碑还不错的妆前产品，也可以参考今天分享这5款。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帮我们一个喜欢，也欢迎订阅频道。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